欢迎又来到我们 JS 说频道。第54章，人不如猪。走近时，发现是一群人在围攻一只野猪，这群人大概有7、8人，轮番上阵，竟然还是没能攻下这只野猪。凤浅看得惊奇，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野猪。这时，脑海中传来了泛泛的声音：“主人，是灵猪。”凤浅定睛看去，果然看到野猪的身体周围有一层淡淡的橙红光晕，应该是一头2品的灵猪。此刻，他正朝着人群中间的一名少女攻去。那少女一看就是队伍中间最弱的一个，灵猪专挑软柿子来捏，看来果然和一般的野猪不同，是有些智慧的。快，是灵猪！他喊了声，一转头，发现轩辕彻早就没了身影。再看前方的战局中央，蓦然出现了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，从天而降，拳风呼啸，空气震荡，以一个狮扑蛮牛的姿势，一擒一拿间便制服了灵猪。那人赫然就是轩辕彻。少女眼看着灵猪就要扑向他，心惊胆战之际，见男人从天而降，宛若天神，3、2下就擒拿住了他们围攻了许久的灵猪，一颗芳心便不可抑制的扑通扑通乱跳起来。再仔细一看，少女认出了眼前的男子，惊呼道：“王上！”她不敢相信，救她的男子不是别人，竟然是王上。其他人也认了出来，纷纷跪倒在地，齐齐高呼：“草民拜见王上！”少女因一时激动，两眼扑闪着，仰慕地望着王上，忘记了下跪。直到他的兄长扯了扯他的衣角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双膝跪了下去。轩辕彻将手里的灵珠丢给了洛影，冲众人摆了摆手：“平身吧。”少女第一个站了起来，羞答答地走上前：“谢谢王上救命之恩。”“不，应该是姐夫。”听到姐夫2字，轩辕彻眉头一挑，这才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是？”少女含羞带怯地说道：“小女凤心瑶，是王后的妹妹。”不远处，凤浅脚下打了个趔趄，她的妹妹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仔细一看，还真是凤家的人，除了她的妹妹凤心瑶，还有她的3哥凤天瑞，以及凤家的一位长老。不过，记忆中，凤浅似乎和他们都不亲。他还没有做好和凤家人相认的准备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块帕子，把眼睛以下部位的脸给遮挡了起来，确定他们不会认出他，他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去。凤心瑶还是在6年前姐姐的婚礼上第一次见到王上，那时候他还小，才11岁，但对王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觉得他是这世上最好看的男子，自己将来长大后也想嫁给这样的男子。可惜王上只有一个，从此以后他再也瞧不上其他男子了。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，不想今日撞了桃花运，竟然又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姐夫，他顿时心花怒放，一双眼睛再也无法从他身上挪开了。希望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点一个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哟。多谢姐夫救命之恩，方才如果不是姐夫及时出手相救，心瑶恐怕就要遭殃了。他捂着心口，一副楚楚可人的模样，让人瞧了不由得心生怜爱。若是换做其他男子，恐怕早已沦陷了，可偏偏轩辕彻是个例外。问完他的名字，他就已经转移了视线，在他身上停留的视线不会超过3秒，之所以停留，也不过是因为听到姐夫2字而诧异罢了。你误会了，他冷冷说道。凤心瑶一讶，眨眨眼，不解他什么意思。姑没有想救你，轩辕彻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姑要的是这只猪。凤心瑶愣在当场，少女的芳心碎了一地。凤浅脚下一绊，差点摔倒，被轩辕彻的直白给震到了。你误会了，姑没有想救你，姑要的是这只猪。他忽然有些同情他这个妹妹了，在轩辕彻的眼里，一枚娇滴滴的软妹子还不如一只猪。分神之际，洛影拖着灵珠突然向他走来道：“王上说灵珠交给姑娘来处置。”说着，他暗自冲他眨了眨眼，不愧是在王上身边混得开的人，就是机灵。看到他围了面纱，就立刻猜到他是不想在凤家人面前暴露了身份，孺子可教。凤浅接过灵珠，忽然觉得不对，轩辕彻为什么要把灵珠交给他？难道他一早就察觉到他身上藏有可以储物的宝贝了？仔细一回想，当初他偷了御膳房那么多的灵材，而跟着他去幕府的时候，他又两手空空，他当时就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所以也不奇怪。既然都已经知道了，他也就没有必要隐隐藏藏的了，直接一按收纳功能，便将灵珠收了进去。小小的举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却把凤家的高手给惊着了，一个个惊讶地看着他，纷纷在心底猜测他的真实身份。
跟在王上身边，身上又有储物戒指这种贵重的灵物，这女人到底是谁啊？任他们猜破脑袋，也绝对猜不到，她就是他们凤家身份最高贵的女人凤浅。还是凤天瑞性子沉稳，上前询问轩辕彻：“王上此来黑雾森林，想必是有要事。我等随九长老出来历练，若是有用得到我等的地方，王上尽管开口，我等任凭驱策。”凤新瑶闻言，一颗心又提了起来，满心期待轩辕彻的答复。不料轩辕彻一口就拒绝了：“不必了，人多坏事。”还真是不留情面啊。不过这次凤浅举双手支持他，如果和凤家的这些人一起同行，会给他带来诸多的不便。凤天瑞立刻领会了，恭敬做了一揖：“那草民恭送王上。”轩辕彻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对他印象不错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他向来喜欢知进退的聪明人，而凤新瑶恰恰是他最反感的那一类。见他要走，他急了，快步追上去道：“姐夫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？”凤天瑞眉头一皱，立刻将他拉了回来：“新瑶，不要打扰王上办正事。”凤新瑶不听，使劲挣开他：“三哥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我要跟姐夫一起走。”说着，他又追了上去。凤天瑞和九长老对视一眼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好远远地跟随着，不敢靠太近，怕惹怒王上，也不敢走太远，担心妹妹一个不慎惹怒了王上，到时候替他收尸都来不及。摊上这样一个不知分寸的傻妹妹，他也是心好累。